1957年，获得自然科学一等奖的钱学森院士把得来的1万元奖金捐给了当时的困难高校，同时说科学是民族的未来。1973年，培育出杂交水稻做出重大贡献的袁隆平院士，仍然整天身穿破衣烂衫，忙于田地之间。同时，他还用自己的津贴资助着10几位困难学生。他告诉身边的助手，教育是民族的希望。1998年，为了提供更好的学术交流和进步环境，一个名叫知网的网站诞生了。钱学森和袁隆平以及众多学术界泰斗首当其冲，将自己的论文全部上传，供后代免费使用。2021年，时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的赵德新老先生，也在知网上找到了自己的论文。虽然知网是没有经过他允许就擅自收录的，但一想到自己的学术成果能给别人带来启发，老先生还是没有过多计较，反而欣慰地笑了。只是当他想下载自己的论文时，知网却提醒他请付费。是的，那些学术界泰斗免费贡献出的文献，却成了知网日进斗金的工具。赵德新老先生一纸长文将知网告上法庭。老先生不知道的是，人们对于知网的成见早已积怨尤深。中国各大高校每年都要给知网缴纳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订阅费，毕业生更是要拿出近1000元的生活费用作知网查论文的开销。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本该提高中国科研教育水平的平台，却成了中国学术界最大的流氓。哈，大家好，我是陕西的阿蛋。本期视频火力全开，不畏强权。我要把这个披着优雅名称，但却趴在中国学术界脊梁上吸血食髓的寄生虫的底裤，好好的扒一扒。今年4月份，中科院宣布停止使用知网，原因很简单，用不起。说用不起是给知网留面子，不留面子就是划不来。知网不生产一篇论文，它只是论文的搬运工，或者可以叫它抢劫犯。从1998年知网成立之日开始，学术界无数大佬鼎力支持，拿出了自己的毕生所学成果用来捧场。有着整个中国学术界的支持，知网的论文库日益壮大。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的莘莘学子一旦遇到专业难题，就去知网翻看前辈们的文献，哪怕付费也能接受。知识付费本就该如此，但这就牵扯到了一个问题：如果这些文献本身就是那些前辈免费贡献给知网的呢？这个费用还该不该收取？如果说想要维护平台可持续化运营，适当性的收费当然也能接受，但知网此时无耻的操作来了。从1998年诞生至今，知网多次涨价，夸张的时候，几年间涨幅最高竟然能达到100%。北京理工大学2019年订购费为148万元，2021年就达到了294万。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019年99万，2021年123万。清华大学1年订购费为188万，北京师范大学198万，还有其他很多，不订购吧苦了学生，订购吧价格高的简直吓人。而这些钱知网能分给论文作者本人的少之又少，除过那些自愿上传学术成果的泰斗，还有数不清的人的论文被知网私自收录，然后明码标价的挂在网上售卖下载权限。如果本人发现了这件事情，那么是可以向知网索要获利分成的，但这个申请过程太过于复杂，各种资料准备一大堆，提交之后漫长的工作日审核，最后拿到手里的钱和知网靠你论文所获取的利益相比起来，实在是少得可怜。那么有人可能会问了，为什么不起诉？对啊，起诉。2021年，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赵德新老先生起诉了知网，毫无悬念，老先生胜诉了，获得了赔偿，但同时带来的是知网对他毕生所学结果的封杀。知网向赵德新道歉之后，直接把有关赵德新教授的所有文献删除了个干净。这个操作无疑是把这位为中国教育做出隆重贡献的学术界泰斗从后代学子的眼中剔除了。不仅个人，连高校都没能逃过。2013年，云南大学联合各大高校向知网提出抗议，希望知网能够降低价格。然而知网并没有理睬，第2年就把领头的云南大学的订购费用从45万提升到了70万，涨价幅度高达75%。你敢向强权发起挑战，那我就先把你踢出圈子，谁敢反抗，谁就出局。那从知网诞生至今，难道就没有一次屠龙成功吗？有。2020年，知网向北师大报价198万3600元，经过北师大谈判组的不懈努力，终于把价格砍到了190万3500元。100元，这简直是知网从成立至今最严重的一次亏损。那难道还非用不可了吗？我不用了行不行？很抱歉，目前看来还真不行。知网建立初期，学术界泰斗都鼎力支持，这首先就让知网具有了一定的权威性。当然，泰斗们的想法肯定是想着知网能替他们永远把这份支持的星星之火传承下去，而不是让知网背靠他们收取高昂的费用。
有着泰斗的支持，外加上时间的沉淀，不论是主动上传还是知网恶意收录，这都让知网拥有了海量的论文库。所以此时知网就恍惚间多出了一个身份，学术界的裁判。学生毕业所写出的论文，导师怎么才知道学生是自己写的还是抄袭别人的？很简单，知网查重，第一次免费，以后每次100元，这其实都算好的。免费一次都是不知道多少人联合声讨才讨要来的，而且论文想要顺利通过，平均每个学生要查重4到6次。想想这个无本万利的买卖，每年要给知网带来多大的收益？并且无耻的是，只要把论文上传到知网查重，知网就会默认收录。他一边靠着知识分子赚钱，他一边还要吸知识分子的血。同时，是否在自己学术圈内有贡献，很大程度的评判标准是自己的论文被知网收录了多少。知网收录的越多，说明自己在圈内越有影响力，研究事业越成功。而知网一家独大的情况要怎么样才能破解？除非有一个新的论文库诞生，并且论文收录数量相比较知网只高不低，但这样太难了。首先，知网拥有一些学术界泰斗论文的唯一收录权，仅这一点，知网的地位就无可撼动。知识分子面对知网这个流氓没有任何办法，要么把自己的成果贱卖给知网，换来学术界的一席之地，要么就带着自己的成果一辈子默默无闻，永远不被人熟知。从古至今，从来没有人能站着还把钱挣了，但唯独知网是独一份。一切说完之后，我仿佛在黑暗中听到了那些健在的、已逝的、免费把自己终身成果贡献出来的泰斗们的一声微弱的叹息。